是要了解它的藏家群体是什么样，是非常高质量的吗？还是比较一般的藏家群体？比如说近期或者是之后，它会不会有比较重要的展览？尤其是那种美术馆机构的这种展览，就是说你对这个艺术家方方面面的信息和资讯，你都要有非常清楚的了解。最后你会根据所有的这些指标，对它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你得到一个我们所谓的，比如说我们上拍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也未必是最后真实的市场价格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我们刚才大家探讨的那件陈可的作品，其实，在拍卖之前，我对它的这个价格的预估应该是400到500万。我觉得400到500万人民币落锤成交之后，应该也是它的新的世界纪录了。但是最后的那种，大家也都看到，比如黄轩给客人举到倒数第2口吧，对吧？应该还是倒数第1口，对吧？第二口。那最后以一个远远超出我们预期的价格来成交，这个就是拍卖的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那我们给出的价格，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判断，应该是一个基础价格，最后的价格，我觉得市场会有它自己的反馈，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明白。然后就是咱们在跟这个藏家去征集作品的时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也是一门技术和艺术。当然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第一，首先你要给到一个合适的估价，就是说要让委托方觉得这件作品它会有一个基本的保障，但同时你会。就因为这是我们日常就每天可能都要做的工作，就不断的和藏家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这个真实的想法。一个是他们对这个作品本身的看法，第二个是他们对价格的看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既要你给出的价格，比如说我们给到的估价，一件作品给客人的估价，委托方的估价，既要让他觉得这个价格是他可以接受的，他有一个基本的保障，但同时你又要让他意识到这个作品的价格是有可能给他带来更好的拍卖的结果，是有更大的想象的空间。那同时，我作为平台来讲，我们又不可以把价格给得非常高，因为对于我们招商来讲，我们是希望有一个更加有竞争力的价格，能够推动更多的参与者，或者是说对这件作品关注的人来真正的进入镜头和参与的过程当中，最后大家共同的作用能把这件作品拍得更好，有一个更好的价格来呈现出来最后让委托方满意，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和委托方的这种交流也好碰撞也好，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博弈的过程。是的，非常赞同，非常赞同。大家要注意了就是艺术品什么时候买，然后在什么时候卖，然后放到哪里卖，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的话，大家真的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多关注一下咱们永乐拍卖的抖音号然后呢，一个好的平台，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关注了永乐拍卖的这个抖音号，我格外送一个福利。送什么福利呢？送中国最优质画廊的白名单这个白名单我从来没有送过哟。这个也是我是准备在我这个8月份的线下课的时候来送给大家的。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到时候后台我们小明做一个统计我们吴老师做一个统计今天晚上关注就加入我们永乐拍卖的粉丝团的每一位我给大家北京桑尼哥给大家送中国最优质的这个画廊的白名单请大家一定要多点赞多关注咱们永乐拍卖。好，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延续刚刚的那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延续刚刚的那个问题我要问一下2位画廊的这个创始人一个是画廊的工作者，一个是画廊的创始人我就问我们的这个
杨先生啊，您觉得如何来计算这个艺术品的价格？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很专业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人去画廊或者买，不管是在拍卖会还是画廊去买画，甚至私下去买画，他都不知道这个价格怎么定的。其实专业的机构，这个专业的画廊哈，它都是有一个定价权，它这个定价的一个规则的。比方说啊，我们是举周春芽例子哈，周春芽的这个作品啊，它的桃花系列，它都是有一个价格体系的。有的人他可能是这个艺术家，他是按照什么系数来算，就长加宽加这个再乘以这个某某系数，比如说几百啊，还是几千几万都有哈。比方说，我就周春芽，它是正常情况下，它的市场价就是画廊一级市场价是多少呢？是1米乘80，就300万啊，就布面桃花。但现在桃花画的很少啊，我就说举以前例子。那么1.2米乘1米呢，就是400万，啊，1.2米乘1.5米呢是500万，那么1.5米乘2米呢，大概就是600万左右啊，那么2米乘2.5米呢，它就是800万，这是曾经的一个画廊体系的啊。当然每个人，包括我们现在整个展出的毛学辉的，他的这个价格体系，它也是有不同的啊。包括我们隔壁一个青年艺术家杨家勇，我们的9·1空间展览。它50乘60就1万块钱，1.2米乘1.5米，它就是定的就是5万块钱。就每个人他价格体系是不一样的。当然，比如我们合作艺术家尹朝阳，他就是按照几百啊，它是尺寸很小，啊，它是300啊。那么尺寸越大，它就系数就越贵，因为它这个别人一听为什么不是按照有些人按照平米算的，但其实画一张作品的大小，其实跟大小没有关系的，因为赵总是艺术家，他知道。为什么没有关系？他要创造一个图像，创造一个方法，跟画大画小制作的是时间成本而已，材料成本而已。但是创作一张作品，它没有任何关系的。但只是呢，因为有市场，它总要有区分嘛。像好的作品，它，比如达芬奇他画的那个作品，蒙娜丽莎，它不是因为尺寸大小，对吧？而不是画巨大的就很贵的，不是这样的。美术史的书籍，它只要每个艺术家。在每个时期，他的创作的最重要代表作品，就是那个状态，他的绘画性、色彩、构图、观念，还有他的情感情绪，他创作的情感情绪，这个是累积起来的。到一个点上，最好的作品，它不是按照平方尺来算，是按照美术史上的价格来算的。但是每个人他不可能每件作品都是美术史的最贵的价格，怎么算呢？他相对跟画廊商量，跟艺术家商量。就是一个相对，我们定一个价格。其实这个价格呢，是在一级市场是流通的，但我们去拍卖会买作品，我们习以为常嘛，就跟你拍卖2级市场和1级市场对比。比如说，我就刚才说，我们刚才捡到一张1.2米乘1.5米的周春芽的07年的桃花，就捡到漏，就是因为这个作品只是很大的，但质量是中等，不是最好的哈。那你就相对1.2米乘1.5米怎么的要500，230，就打对折你也划算的呀，明白，对吧？所以就捡到漏了。但有这样基础了，你可以进去2级市场、1级市场就游刃有余了，就可以买卖了，就可以私下了，对吧？就是捡漏，这个艺术品的好玩，买什么东西就划算，它是相对的一个阶段性，一个时间线。比方说我这3年5年我相对的，但真正买的好不好还是应该看到作品质量。是不是质量跟它的这件作品在它整个艺术史的阶段性中是不是代表作，是不是精品？你就今天贵一点买下，再贵最贵作品买下来，将来10年8会更贵，你想不到的贵，就是这样重要性，说明它关注的越多，那么你可能这些作品它将来涨价，或者说它将来美术史进入美术馆，它重要性是很重要的。我相对的相对跟客观，还有就是我们常态啊买作品。还有你短期买卖或者你要去收藏一些作品，你注意参考。但真的好的作品，还是这对应的是个人在美术史当中的它的重要性，还有他个人的整个所有作品中在这个他的这个系列当中它的重要性啊。比方说周春芽今天那个，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他叫将来一枝花，他为什么要卖1300多万？不仅仅说2个人傻子的猛抢，还有这件作品它特殊意义，
第一，周春芽1.2米乘1.5米，就是刚才说1.5米乘2米，按道理说市场价就是600万左右啊。但是呢，它这么多年了，但是呢，它有特殊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它之前是做慈善作品的，而它代表一种爱，就是最大一种最艳丽的花，画也画得特别好啊，不是艳丽就好，实际上画也很用心。周春芽带着这种情感去画的，就这种作品它就几个原因，一个是画得很好，一个是做慈善的，它肯定很贵，各种原因啊。明白了，好的，好，谢谢杨先生。大家都听到了哈，如何来判断、来计算艺术品的价格？好，刚刚各位专家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因为我看到啊，公屏上面我的很多粉丝答哈，干货满满，宇哥我怎么送不了礼物啊？是这样的，宇哥我给你准备了嘉年华啊，其实不需要。今天晚上我们把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的送礼物的这个功能给关掉了，是为了什么呢？大家把这些钱省下来呢，秋天呢，咱们到永乐的拍场上来买一件心仪的作品，是吧？你现在送我一个嘉年华有什么意义？是不是？然后还会被那个官方拿走一半，是吧？你送我10个嘉年华，那就是30万英镑了，30万英镑，那你就是把这个钱存起来，把钱要花在刀刃上。所以你今天晚上大家，所以我们把这个直播间的这个送礼物的功能特意的把它关掉了哈，请大家把这笔钱省下来，到以后啊，我们放到永乐的拍卖专场拍到您心仪的作品。OK， 谢谢你啊，谢谢。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看到有很多朋友想要画廊的白名单啊，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永乐拍卖，加入永乐拍卖的粉丝团就可以领取了。然后大家有很多也在评论区问一些问题，那就一定要等到我们直播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到时候我们会回答粉丝的公屏问题啊。然后大家给我们多多点赞。好，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好的，说回来啊，我们进入今天晚上的4个议题当中的第3个了啊，干货满满。大家注意了哈，第3个议题是什么呢？如何选择第1件收藏品？啊，因为在我的内容里面，我的粉丝们都了解，我在内容里面多次给大家说到个什么是1级市场，什么是2级市场，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有请啊我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黄轩女士，给他们做一个1.5级市场到底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听说过1.5级市场是什么？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我先把这个1级市场和1.5级市场的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黄璇女士。我觉得要不杨老师先聊1级市场，让我来聊1.5。好，可以，这样子可以。好的，可以。好，那现在我们先请我们的杨老师来聊一下1级市场，然后再让我们的黄璇女士1.5，然后再到2级，然后在黄璇女士作为这个唐人的私洽部的。这个总经理他来聊1.5级市场，然后接下来最后交给我们的永乐拍卖的田老师来聊2级市场。好，那杨老师有请。来1级市场。好，挺有意思的。大家注意了啊，干货来了。所以在拍卖这个我们艺术圈啊，这个有1级市场、2级市场，但这个很少人又说到叫1.5市场。但是您先不要说1.5级啊，您就说您的1级市场啊。好，我来分享一下啊。这个1级市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是我们最原始的，就是艺术家跟画廊之间，就是艺术家把作品交跟画廊卖，就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就是第一次上市发布的市场，就成为1级市场。啊，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就是说它还要经过这个时间的检验，画廊，但它也是一个发现艺术是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它的专业性，它要对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学术的评估，市场的可能性的评估，还要做市场调查，该定多少钱。这下来是个初级市场。比如说，我们认为这艺术家的作品，比方说哈，小曲1.2乘1.5米，他要卖同类的，在就是相对他这个学术上影响力年龄段同类的艺术家里面，人家能卖50万，对吧？但这个艺术家他活跃度不高，或者说他是在国际上的大展不高，那么他可能比同类作品要画廊设计的这个门槛呢，可能要低一点，打个5折、6折这种，
啊，这种就是他要商量的。第二种呢，比方说同样一个艺术家，他比同样作品，这同类型的作品的这个影响力的作品，他要大，他在国际上参加过很多大展，获得过很多金奖，或者是参加过很多美术馆展览，有很多这种学术性也很大，那么他定的价格他就贵一些，啊，这就是一级市场。但同时呢，什么是谁定价权是谁的定价的，这很重要的。比如说国际大画廊定的价格，那就贵得多。同样一个作品，同样一个人，但他这个小，在一个3流画廊或者2流画廊，它价格就很低的，啊，如果在算是1流画廊、1线画廊，它价格就是它价格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定价权决定了这个艺术家在市场上他的初次交易的这个价格，对他是很有影响的。比如不出名的艺术家肯定巴不得找大画廊代理，但不可能代理你。如果你没什么大展，你没参加过什么威尼斯啊什么双年展、大展、大双年展，学术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成果，一般可能就3流画廊代理你，甚至2流画廊代理你，但它价格就相对比较低。明白了。那这种就是有可能就是我们就说叫市场叫 PC 啊，就 PC 就是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但也有风险。那第二种呢，就是说，比如说周春芽这种大牌画廊、大牌艺术家了，他的国际国内的市场上也流通也很好了。那么他定价权就不是画廊定的权，基本上是艺术家定的。艺术家也跟来源哪里，跟画廊商量是跟谁的，根据他拍卖市场，拍卖因为同样尺寸1米20米，拍卖市场拍多少钱。但是好的艺术家、好的画廊，他一定会比拍卖市场要低，因为要跟厂家有空间啊，他是这样的。那么2级就不说啊，不能说，这是意思。好的，刚刚我们杨先生把这个一级市场给我们分析的特别的透彻。一级市场包括了画廊、博览会但是呢，现在呢，什么是1.5级市场呢？接下来交给我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黄轩女士，好不好？就是我的粉丝都知道唐人艺术中心、唐人画廊的老板是谁？大家可以公屏上面打出来，郑老板是不是？大家知道郑老板的，在公屏上面 Q 一个1。大家知道我内容里面多次说到过唐人画廊的郑林郑老板的在我的内容里面也是多次出现。知道郑老板的，知道画廊和发廊的故事的，在公屏上面 Q 个1，Q 一个1发廊的故事因为我们郑老板是湖南人他有一次买了一辆X6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他在三里屯的时候呢，外面下大雨，他就让一位美女上了他的X6，然后就说：“哎，小姑娘，你到哪里呀？我送你。”小姑娘一看，哇塞，X6大老板，就上车了。上了车以后呢，然后他就跟郑老板聊天就说：“哎，老板您是做什么行业的呀？”郑老板说：“我是开发廊的。”然后这个小姑娘一听了以后，就马上说：“哎，郑先生，不好意思，我还有一点事儿，我下去我要拿一下东西，你把我放下去吧。”他以为郑老板是妈妈桑，人家不是开发廊的，人家是画廊的老板行，Q 一个1大家知道郑老板的，然后 Q 一个1。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1.5级市场的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唐人艺术中心的私洽部的总监黄轩女士，来有请。好的，谢谢黄斌老师。那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呢，刚刚就属于刚刚杨老师分享的最正统的这个1级市场的部分。那这个我们会在我们的北京、香港、曼谷、首尔4地空间，就是定期举办我们的展览。那这个私洽部呢，是我们新成立的一个部门。聊到私洽呢，我觉得首先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1级市场跟2级市场很重要的一个区分一个特点。那就是这2个市场，它一个是公开市场，一个是非公开市场。拍卖是公开市场，拍卖的所有的数据成交大家是可以在网络上去查询到的但是所有1级市场的交易是没有这样一个公开的统计的数据的那这是这2个市场很重要的一个区分点。所以呢，如果你想出手一件作品，那么送到拍卖当然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因为它会公开的去宣传去把图录寄给藏家，去做预展、公开的拍卖，最后呢有一个成交，它是最大面的去触发去招商，所以它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你出手一件作品，
不想公开的时候，你不想让那么多人知道的时候，那么私洽呢就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啊。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私洽它在时间上可能会要更灵活一点，就相比拍卖而言，因为我们知道拍卖呢它是1年2场大拍，分春秋2季，它是有一个周期的，所以这是这2个1.5个2级哈，它各自具有的不同的一个特点。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选择。那包括你买作品也是啊，当你在1级买不到你想要的作品，然后呢一种方式你去拍卖等待这件作品的出现。好，还有一种方式呢，也是可以来找我们。那我们会通过唐人多年的这样一个资源的积累，去为大家进行服务，去招商以及去找寻这样的作品。那我们这一个板块的新增呢，所以一方面它是一个业务的一个新增的板块，但其实更重要的也是为了去更细致和全方面的一个服务到藏家啊。OK， 大概分享这么多。好的。洪璇女士刚才分析1.5级市场是非常的专业又很清晰啊。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再次透露一个小秘密哈，唐人艺术中心有可能成为咱们中国第一个上市的画廊，大家拭目以待。OK，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2级市场啊这个话题交给我们的田先生。好，然后在2级市场来买作品，怎么样来防止这些刚入行的这些藏家们给他们避坑，让他们少走弯路啊？当然了，是选择优质的拍卖公司来进行这个竞拍，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保险啊。比如像我们的永乐拍卖啊，所以接下来这个2级市场这个话题交给您。好，那刚才其他的2位嘉宾已经谈到了1级市场和1.5级市场。那其实严格的讲，2级市场基本上我们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针对的拍卖市场。那拍卖市场所谓的2级市场和1级和1.5级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第一点，它是一个公开销售，而且价格是非常透明的，它是具有指标意义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更本质上来讲，当中的区别其实在于是什么？是竞价机制的不同。1级和1.5级其实它是属于私洽，换句话说，它用一个更通俗的方法来讲，它是一口价，就是说，比如说画廊也好，经纪人 dealer 也好，他为某一件作品标好了一个价格，那在这个价格之上，你可以跟他争取，可以跟他谈这个价格，还有比如说有没有可能给你打一点折呀？比如正常画廊来讲，正常基本上是一个95折到9折吧，就是你买任何作品，这是一个基础折扣。那1.5级私洽的这种方式逻辑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在这个价格之上，其实还是可以和售卖方进行一个博弈，然后给你争取一个更好的价格。但是拍卖的价格它是一个竞价机制，就是说在估价的范围之内，它的价格是不断的增长的，它是不断的往上走的啊，是通过不同的参与人、竞投人的价格竞争，然后最后锚定它的最终的价格。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啊是竞价机制的不同。那至于说作品的选择、内容等等，我想可能相对1级市场，尤其是做比较初级的这种艺术家代理和作品代理的画廊来讲，那2级市场是一个相对来讲门槛更高、更加精选的一个市场领域。那从我们的行业经验上来讲，其实能够最终进入2级市场，并且有稳定持续交易的艺术家和作品，其实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啊。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不会超过10%。就哪怕比如说我们有1万个艺术家，最后真正能够在2级市场有一个非常持续的交易过程，有稳定的成交，那这样的艺术家可能不到100位，就是它的比例，我觉得应该甚至有可能远远低于10%。那这个市场就是说是一个竞争更加激烈、更加精选的一个市场啊。那这大概
是二级市场，我想的话就是这样。好的，好，谢谢我们的田先生。好的，刚刚田先生有给我们分析了二级市场哈，分析的也是非常的准确到位啊。其实真的选择了优质的拍卖公司，其实就是为我们每一位新入场的藏家就是最大的避坑啊。所以，不管是要卖艺术品也好，或者是要买艺术品也好，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拍卖公司。所以的话，接下来请大家多多关注永乐拍卖啊，多多关注我们赵旭赵总的这个抖音号，大家多多点赞。小明来一波。好，感谢各位老师的分享啊。然后我看到公屏上有很多的干货。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积极的在评论区提问啊，我们的后台会进行统计，然后呢，我们在最后一趴会集中的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关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左上角的永乐拍卖的抖音号，以及我们赵旭星际 Bill 的抖音号和北京三哥黄宇的抖音号啊。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如何押宝第一件收藏，怎么选这个话题，那干货满满啊！大家一定要待到最后了，一定要给我们多多点赞，谢谢大家。好的 ，OK，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4个话题啊，当代年轻人的艺术疗愈是什么样的啊？在这个话题呢，啊，就是我是想请我们的这个田老师啊，田先生先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啊，因为我们知道刚刚我们赵旭先生也说过了，就是在这一次其实进入拍场有很多90后甚至95后的新面孔啊，所以的话对于这帮新入场的 Z 时代的藏家来说啊，他们的艺术的疗愈是什么样的一个评判的标准啊？您作为这个二级市场这个拍卖公司的这个职业经理人，想让您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在我们今年的这一次春拍当中，确实有非常多的年轻藏家进场进行参与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夜场当中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板块叫现在及未来中国新绘画全球视野当中的新绘画，那这一个板块，尤其是受到我们70后以及更加年轻藏家群体的关注和积极的参与。那对于那些对艺术感兴趣，想要投身艺术收藏这件事情上来的年轻藏家，那我自己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认为艺术收藏这件事情本身，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个人化、非常私人的一件事情。那我的建议是，你在接触艺术的时候，应该是用你的直觉去感受它。就是你，当然像你刚才讲的，就我们怎么避坑哈？当然，你选择好的经纪人，你选择好的顾问，你选择好的平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帮你就是做过一个基础的筛选了。对。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你要听从你的内心，你要直接面对这件作品。比如说你来拍卖预展现场，那我们会集合不同风格、不同内容、题材，甚至不同的价位段的这样的非常综合的各式各样的艺术佳作。那你来到我们的预展现场，直接面对这些作品，来亲自感受它。那在哪些作品可以给你深深的这种触动，非常真实的这种感受？那我觉得你应该听从你的内心，就是开始关注和了解这样的艺术品。因为前面的就是关于这个作品的品质这方面的基础的工作，包括它的学术价值等等等等，其实好的平台已经帮你做了。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是在一个相对来讲更加可靠和安全的范围之内来选择你的第一件藏品。其实我个人觉得这种方式是最合适的
就是说不管你买什么价格的也好，你选什么样内容题材的也好，你买的第一件作品，我希望你能够倾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OK， 好的，谢谢，谢谢田先生。好，然后接下来呢，同样的问题啊，如果是以作品来围列的话啊，你看陈可，还有包括这次在我们这个永乐拍卖的秦琪的作品《少林寺》啊，秦琪的话是由我们唐人当代艺术中心代理的艺术家了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啊，这个当代年轻人的这个艺术疗愈这个话题，然后我也同样的请教一下我们的黄璇女士。好的。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觉得应该说艺术跟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啊？就是然后以我个人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先做一些分享。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人生中逃不过去的两个命题，一个是认识自己，一个是认识世界啊。那我是选择了，然后你有很多的窗口去完成这两件事。那我觉得选择艺术这个窗口，它有意思的点是，围绕着艺术这两个字，你会连接触碰到很多相关的人，而且我觉得是会碰到更大概率去碰到很多有趣的人啊。那这些人他可能是艺术家，可能是收藏者啊，也可能是我们就是每一个艺术的一个从业者啊。那艺术呢，它就因为艺术它就是一种表达啊，艺术家的一种表达，那它就是就像一个带解密的密码，然后它会激发你的这个好奇心和一个探索欲，而且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完全纯感受性的东西，感受非常重要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它其实也有很多学科的知识，所以你去接触艺术，你其实是你的知识和你的思维，它是在不断的一个更新的。那我觉得这是艺术带给我们，就是我觉得很迷人的一个地方，那这是第一点。所以因此，我觉得收藏一件作品，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说就是我买了一张画回家这样一个行为，我觉得你收藏的它可能是一段故事，就是你在收藏这件作品的这一个历程，它可能充满了很多有意思的回忆点，它也是你精神的一段旅途啊。然后当你的收藏成了你拥有了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体系的时候，它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一个行为了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跟艺术有关的东西就是很美好然后呢，只要你有这个热爱以及有一个持续的学习，到最后也相信一定会得到一个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丰收。谢谢，好的，谢谢黄璇女士的分享。那我同时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杨凯先生在这个话题里面，因为我知道咱们 K 空间是代理了很多大牌的老一辈的艺术家，比如像方力钧，还有更多大牌的就是如果在这个艺术疗愈上面如果是大师级的版画，或者是咱们现在 K 空间签约的这个 Z 时代的这些优质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我想通过这两者您来分享一下这个艺术疗愈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艺术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对美、对视觉艺术的一种感知消费。那么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收入的状况闲散资金的状况来定的。那么我觉得我们 K 空间呢，肯定是关注在学术上有沉淀的艺术家为主，包括周春芽、方力钧张大力等等很多，包括尹朝阳郭伟。那么他们这些作品呢，其实是很专业的资深的藏家才会关注他们的作品，阶段性的作品的，也是或者是最终的大藏家或者入门级的，他要买一个最跟财富有关系，跟这个他的家族传承有关系跟美术馆有关系，他们才会买这样的作品。对初入门槛的这些年轻艺术家或者 Z 时代的收藏家我觉得我建议他们可以买一些最家居生活美学，你买一张他们的版画，周春芽的木刻版画这个方力钧的木刻套色版画，就2-3万块钱一张，最消费是完全是很简单的，总比你去买一个那些不入流的，就是所谓的画家那些不因为什么叫什么就不确定性的这个年轻艺术家要好很多，稳很多。当然你说我还要买一个周春芽的桃花，那可能几万、十几万都买到很好的尺寸很大的作品，包括虐狗。
啊，这个就根据你的资金量。当然，我们 K 空间呢，又为了这个，还是要支持年轻艺术家，年轻总是未来嘛，未来肯定是年轻人的天下。我们还是就现在去年创办了一个空间，叫9亿空间，专门支持这些年轻艺术家，就是在这个学术上他们的还没有确定，然后还有可能性的艺术家，然后他们有实验性的艺术。那么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大概价位就是在1万到10万左右，它大部分是几万块钱。但这些艺术家也是我们关注了很多年，有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哈，然后他们在这个作品的这个视觉图上的语言个性化的越走越有特点，但是还不是那种大师，还不是那种大家艺术家，还有可能性的未来明星。那么这些艺术家我们关注多，我也希望大家关注，叫9亿空间啊，有机会去成都看看展览啊。现在他们正在展的是杨家勇的作品，画得非常卡通，也画得非常好，然后画一些蔬果，1万块钱起，大家消费得起。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盲从，多读点美术史的书，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量力而行。你不要去盲跟，不要去赌，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专业性，也没有美术史的这个美术史和市场的这种判断，你就会买一些就是不入流的艺术，最后变成了艺术垃圾。对，所以呢，选择优质的拍卖行和优质的画廊，他们就首先帮助大家做了一个筛选了啊。好，接下来同样的这个问题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赵旭先生，因为赵旭先生的话，他是这个从古代书画到近现代的书画啊，也是在这个拍卖的这个行业里面差不多深耕20年了，所以的话，他从老一辈的收藏家啊，一直经历到现在有95后的新藏家入局了啊，然后进入了这个收藏的这个队列里面。所以的话，在这波年轻人的这种对于艺术的这种疗愈的这种看法，也想请赵旭先生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你是怎么看待的？因为赵旭先生对这个当代这个艺术的这个板块也是特别的钻研，也是特别的研究，再加上我们赵旭先生也是一位当代艺术家啊。赵总的这个星际穿越的这个系列真的是非常美啊，我都订了一张，然后我们的这个大网红王红全新也是买了一张，也是订了一张啊。所以的话，在这个上面，这个话题上面，请赵总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最核心的问题是，您从老一辈的收藏家经历了那么多年哈，现在呢，您现在已经有这个95后的藏家进入到我们这个拍场了啊。对于这个新进入的这个收藏者，这些年轻人的，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艺术品味是在什么地方？是这样啊，就是我简单讲一下这收藏的趋势啊。就是说，在90年代啊，这个90年代呢，刚刚有拍卖的时候啊，那时候画廊还是少的，对，就是尤其当代的画廊还是少的。那个时候的这个近现代书画啊，就是当代，近现代书画就是当代。是的，就是说近现代书画里面还有当代水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当代艺术，现在我们其实都是以油画的形式，大部分是以油画的形式这个表现嘛。那时候呢的藏家呢都是买中国近现代书画，和古董啊，就是这个中国艺术品啊。他们这个就是趋势是这个就是明星啊，就刚才你说的黑马呀，这个都是从那时候放卫星，当然那时候的那个藏家的，我想岁数呢，90年代的人的岁数呢，也是这个40岁以上啊，40岁到50岁之间的岁数。那时候跟现在我们可能差25年或者28年或者30年啊，就是现在这个藏家的岁数呢。那时候比较活跃的人的企业家和买家的岁数，现在一晃已经过去25年了。过去25年呢，就是其实一代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老去了，
但是那时候我年轻啊，现在我也是壮年了啊。但其实那个这重要买家，就像我在2010年发现那时候市场最火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买这个大件过亿的这个作品的人数可能都有个100人左右啊。那现在这些买家企业家还在，但他们的购买兴趣随着年龄的，就是慢慢的这个增长啊，这个购买兴趣呢也是减弱了。那刚才所说的这个新进来的藏家呢，新进来的买家呢，其实是这个有相当比例的是，就是原来90年代到00年左右，就是一直在2010年还在活跃的这一代买家、藏家、企业家，他们的下一代。那他们的下一代呢，就是现在的90后了。这90后现在就是30多岁，80后现在就是40岁，40多岁啊。他们是属于这个现在的主力。那他们呢，大部分是有留学的经历，再去美国、去英国、去澳洲或去日本或等等啊。他呢就是父母呢在他们18岁以前就放出去了。他是接受的是这个欧美的这种艺术的影响啊，这个去看的是国际性的美术馆，那他回来以后呢，发现这个父辈长辈收藏的这个水墨画呢，挂在家里面呢，一个齐白石的虾，一位徐悲鸿先生的马，或者一个寿翁，或者一个山水，他觉得跟他那个就是在留学期间受到的影响，好像不好接受，而且还有真假问题。他呢就开始呢对这个当代艺术呢感兴趣，或者他们已经在海外已经开始收藏了啊。因为当代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这样一个范围啊。那就是新进的买家呢，他呢就是比较容易接受这个，因为这个年轻人他之间有一个互相的交流嘛，他比较容易接受。那他进入这个就现在的趋势来说，就是当代呢是形成了一个就是中国艺术品的，就是可以有未来的一个项目。因为他这个新进的买家，我们所说的新进的藏家，年轻化，不会说新进来全是现在60岁以上的人咵进来了，他们都已经经历过了。现在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买东西都是比较谨慎。那刚才你所讲的就是说，好像还有就是说，这些就是如何能够买到第一幅作品啊？对，那这个买到作品的这些新进的藏家呢，他们呢就是其实已经学习这个当代艺术，或者感受这个当代艺术呢，他们已经就是有一段时间了，或者说他们的周围的朋友也有一段时间了。那我想，就是我对他们的这个分享呢，就是说，我买这个当代艺术呢，我呢是从2000年以后，这个2003年左右，20年前开始。原来我主要收藏的是近现代书画，后来开始当代艺术，开始从那时候开始有一些。但是我认识方力钧，认识这个曾梵志，都是在90年代了啊。去新加坡认识他们的，90年代末期认识他们的。当时对他们并不是很理解，但是在03年的时候，通过几年的对于当代艺术的了解，我开始收藏这个当代艺术。但也是走了一些弯路，就是
在那个07年、06年的时候呢，也买到一些呢，就是当时差不多100来万啊一张啊，1.5米乘1.5米的作品啊，现在值个几万块。也有这样的作品啊，我也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咱们不说是哪个艺术家了，对但是我呢觉得，我还是收藏了10件东西，可能就1件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被这个时代就是给抛弃了，记录下来了，就也下去了。对，就跟这个歌星一样，就是艺术品也是很残酷的。艺术品的这个潮流，一旦就是这个艺术家作品一旦是被这个藏家觉得不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抽象的感觉，这种感觉也可能这个艺术家走错了，他呢可能太依赖市场了，也可能是这个一些藏家呢看错了，有些冲动的藏家进来了，专门买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我们也跟风去买了，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这样，咵就下来了，就是说有一些不好的作品，但我总体的当代收藏，我个人就是还是觉得还可以的，就是没走过多的弯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呢，我是经常会问他们，我买每一件作品，我也会去问这个杨凯啊。黄轩呀，我也会去问我一个好朋友叫田凯的啊。是的，对，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小圈子，会问一些好朋友，他会给我几个意见。那3个好朋友的意见，我就决定这个还是可以的，还是没风险的。而我觉得现在的关注度呢，其实范围还是很大的，有这个60后的张小刚啊。这一块儿，曾梵志呢，周春芽呢，这第一代的这个当代艺术家，还有这个现在的王光乐、黄宇星、贾爱丽的这个70后的这一代艺术家，对，还有这个80后的这一代艺术家，90后的现在出来的全是女性的啊，这个就很多女性艺术家，我也收藏，就像有个叫孙玉田的，刚才你所讲的。我就是，他是90几年的，我不知道啊，但是90，但是就是原来有个朋友告诉我，他的作品几万块钱的时候，差不多就是3年前哦，3年前他的作品就几万块钱，说这个不错，我说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不一定哦，不一定以后有戏啊，我也没买，但是那个孙玉田，据说家里面的画都放在家里边啊。都是很满屋子都是啊！你花100万，可能买它20张啊，都有可能的。但我在去年这个松美术馆一个展览上看到90后的艺术家，我才想到哦，这就是原来那个朋友告诉我的孙玉田。我又问我的好朋友，他们说这个孙玉田不错。我呢就在另外一家拍卖公司上呢聚到了80万。78万，结果一个藏家80万买走了。我是这个东西，当时可能人家给我就3万5万的哦。然后我第2次这家拍卖公司又出来了一张，我也想举到80万啊，但是70万我就买到了。但是其实比原来的那3年前的价位呢多了10倍，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会成为第2个刘野，就是孙玉田啊，这个可以那个镜头打一下孙玉田这个作品啊，就是这个感觉啊，其实选择这个艺术品的感觉，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我觉得我买孙玉田的作品，不会有很大风险了。这件作品我是举到了倒数第2口，对，后来没买到。就是说这个，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啊。不像07年那么火爆，不像06年那么火爆，它到现在倒是一个很规范的市场。你要是如果一个艺术家呢，过分的这个参与拍卖，我们能感受到。我想这个黄轩、杨凯，田恒、你、黄宇和我都能感受到，
这个过分参与到这个二级市场的艺术家，他自己都进去了，自己都要很关注，或者自己都要找藏家去弄的话，藏家来去维护市场的话，那这艺术家是不稳的。是的。而拍卖，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家公司来说，拍卖呢就是一个找到合理顺风车的艺术品的这样一个公司。就这个孙玉田他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已经受到关注了啊，我们才会去挑选他，或者说争取到他的作品。对，因为这个其实拍卖的就像我们卖那个珠宝似的，珠宝呢在那个北京有个蔡百啊，蔡百这个专门卖珠宝的，那边标1000万的东西，那我们这边可能就300万。如果你那边1000万，我们现在就800万，人肯定不到我们这边来买的，他要去商场去挑的，商场还可以打折的。那我们这边就是价格和唯一性，就这个，因为它艺术品它是一个唯一性的非标准商品，所以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就是怎么选择第一件作品呢？我觉得他是要这个藏家呢，他应该有一票朋友，一票专业的朋友，来自画廊的、专业画廊的、来自专业拍卖公司的这些朋友呢，他影响了这个对艺术品感兴趣的这个人。这个人呢，也是经常在看一些各种的展览、各种的拍卖会，对这个市场呢有一定的了解以后，他可能选择性的选择一件作品。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不用急于到拍卖会，这拍卖永远会存在，不用急于说这场必须买到或者怎么样，可以慢慢的来，慢慢的冷静的去思考。是的。这个赵总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没有，我随口说，非常的精彩。好的，那在这个艺术疗愈的这个话题上面啊，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的一个环节啊，我们要收一个尾了。好，在我收完尾以后，接下来的环节是什么呢？小明啊，你要准备一下各位网友的问题啊，一会儿你交给我。然后在艺术疗愈的这个环节呢，啊，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小总结，是什么呢？啊，我觉得人类需要艺术，啊，艺术品，你开始购买艺术品，是给你赋予能量的过程，啊，在你我看不懂的艺术品，但是它在世界上已经拍出了各种各样的天价。对，所以呢，艺术品呢，可以给我们带来财富，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勇气，解锁困难的能量，啊，所以人类需要艺术品。同时呢，收藏是一个圆，啊，它是很包容的，除了当代艺术以外，还有近现代书画、古代书画、瓷器杂项，还有珠宝，还有腕表，还有名酒。啊，都是可以作为艺术品投资的一类啊，所以收藏是个圆，是很包容的啊，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永乐拍卖啊，多多点赞，然后呢，今天晚上加入永乐拍卖粉丝团的啊，我这边啊，北京桑林哥送您什么呢？送优质画廊的白名单。OK， 小明儿，那个问题有那个整合好吗？这边看看网友的提问哈，来跟大家那个分享一下。小明，你一定要神秘啊，一定要从那边转过去哈，以后还要靠你赚钱呢啊，对，还要神秘，神秘的小明哈，大家可以猜想一下小明到底长得美不美？小明是山东人，在我团队是来的时候是不喝酒的。但是现在来了1年了，已经成了我们团队的头号酒腻子。OK， 好，那接下来的话，网友们的提问哈这边，然后我这样筛选一下，然后来让我们各位嘉宾每人回答
1到2个问题。好 ，OK， 好的。其实还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反过来交流一下哈。我看有一个网友，提到小白怎么样入手艺术品哈？其实我们在刚刚的这个解答里面其实已经解答了啊，所以这个话题刚刚其实已经解答了。好，然后第2个问题哈，有网友问到，名画作品越老越值钱吗？要买一位艺术家，要买一位这个成名的艺术家，是要买他的早期的作品，还是要买他现在的作品？我觉得这个话题交给我们的杨凯先生来回答啊，因为您的画廊里面既有老一辈的艺术家，也有年轻的优质的艺术家，您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的，这个收藏啊，它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就是根据你的财力，还有你的对艺术史、对艺术家的认知度，你来收藏的。比如说你的钱，比如说你是2代，或者你是创业1代啊等等，那么你有足够的闲钱，那么我就跟一个专业的这个学术这个美术史的一个专业上，你来去做一些做一些这个备选啊。那你纯粹是一个小白领，或者是刚刚入世不深的、刚刚创业不久的一个出门级的艺术爱好者，那么我觉得你买一些版画，大师的版画，或者是这种这些年轻艺术家，就是好画的推着年轻艺术家的，因为好画呢不会轻易把自己的这个，他会很爱惜自己的羽毛的，他也会带着很多问题提问，然后归纳整理，然后才推一个艺术家。那么你可以关注这种好画廊，他们的年轻艺术家作品啊，这是2个选择标准。那么跟着这种，当然第3，你们如果钱多一点，跟着就去永乐拍卖他们有日常啊，他们这个有很多这个漏检的啊，我经常也去这种拍卖公司的就日常去买东西。但你钱多，我就是要买美术史的作品，我就要买一件大咖作品，我跟我自己过生日，跟我女朋友，跟我这新房子搬一下卖重量级的作品，花300万500万，那你就要去这种什么公开市场啊，拍卖公司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渠道吧。OK， 那么这样子比较合理一点啊。好，谢谢杨凯先生。啊，有一个美院的央美的学生哈，他是指明他想问一下黄璇女士啊，他说我是油画系的博士生啊，就是我的作品如何就是他想签约画廊，他想问一下如何能够跟你们做链接这样的。明白，可以。已经毕业对吧？就是可以把你的一个作品集、作品的资料发到我们当代唐人的一个邮箱。明白。好，在那个屏幕的另一头的粉丝们哈，只要是艺术家们，你们要注意了哈，如何来链接优质的画廊？现在由我们唐人艺术中心的黄璇女士来给大家再普及一下。OK。对，就是其实大家现在互联网时代，信息都很公开啊，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当代唐人的一个微信公众号。那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呢，会有我们画廊的具体的联系的一个方式。那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作品的资料和您的那个个人简介就是发送到我们的邮箱。那么我们会有我们的同事会定期的来看这些资料如果我们觉得很合适，那会跟您取得联系。谢谢。好的 ，OK， 好，谢谢杨女士。好，然后有一位这个粉丝问到哈，他想问这个田老师，然后他就说，为什么现在当代的作品比古人，甚至是比一些近现代的大师还要贵呢？这个也是一个经常会有人问到的问题。那从一个基础的逻辑上来讲，我觉得，市场的价格，就是市场有市场的逻辑，学术和艺术有艺术的逻辑。那市场的最基础的逻辑是什么？是供需关系。就是说，如果是有部分的这个当代的还在世的艺术家，他可能有某一件作品或者是少量的作品，价格甚至是要比之前的所谓的已经成名的前辈艺术家价格更贵，那只是说明了此时此刻市场的一种供求关系，我觉得
就市场的价格的反馈，并不完全以美术史以学术为基准，市场有市场自己的逻辑。那市场的逻辑和价格逻辑和学术，或者是说更严格的讲美术史来讲，能重合的部分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特别对这种现象进行就是有特别的介意，因为它是一种真实的市场价格的一种反馈我觉得就是大家应对待这个事情上应该更有平常心，因为艺术的标准不是以你的年龄、你所处的时代来划分的，并不是说古人的创作一定就要比当下的艺术家的创作更好、更具备艺术质量我想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仅仅从价格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太介意这个，应该有一个更平常的心态。好的，谢谢田老师的回答，谢谢田老师的回答，所以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老一辈儿的藏家，现在他的儿子辈儿，他的儿媳妇儿，现在都开始入场这个当代艺术，这是有原因的现在有一位粉丝要问，赵旭先生就说赵总，您身边有很多富豪吧？为什么这些富豪都买艺术品呢？这个先说一下这个就是刘义谦先生说过他说的其实挺准确的，就是这个欧美的这个就是国际上的这个富豪例如说台湾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大型的企业家企业的这个实控人呢，他呢台湾的80%是有中国台湾对有收藏的习惯的，他不一定是收藏当代艺术，但是他有收藏的习惯，而中国的这个有实力的企业家呢，在里面呢是20%是这个有收藏的，现在就是有收藏的方向，也有收藏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更少像刘先生所讲这20%，我觉得中国企业家他的当量比这个台湾要大多了但有20%的话，那可能不会有那么多所以这个为什么不叫他们来收藏呢？他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收藏呢，其实中国的历史收藏呢，就是在民国时期这个一个报社的编辑他都要收藏很喜欢收藏一个黄花梨的这个书桌，就是那个就是当时的时尚一个潮流，一个当代作品，一个黄花梨的是新的老的，他要收藏的。收藏一幅游人的袁克定的书法他就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就是喜欢在家里面挂，这个就是一种收藏嘛。那我觉得中国这个收藏的大军现在已经很大了，源源不断的新的年轻的藏家在涌入。是的。我觉得这个我一个人的号召力没什么太大用，我想大家一起来吧。好的，好，谢谢赵旭先生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要问这个赵旭先生的就是他说，如果我秋天在永乐拍卖买了作品，我没有地方放，永乐可以帮助我们代理保管吗？没有地方放，我介绍这个专业的库房，我们可以保管一段时间，但是不能代为保管很长时间，因为这个是艺术品是很名贵的。我也希望他买了东西，就是真的买到东西以后呢，要买自己喜欢的，要把它保管起来。这个是一个就是藏家需要的基本的一个习惯，对。好的，好的，谢谢赵总好，还有一个问题呢，是问这个
田先生的啊，就是说其实他说上一次就想来参加永乐拍卖的现场，然后但是没有来到，但是他说他也是新入场的一位小白，然后呢他想问一下如果下一次他不能来到现场的时候，就是他可以通过永乐有这个线上直播吗？有的哈。对，我们每次的拍卖都会有线上的直播，而且可以通过不同的平台。现场那个就竞价。当然可以，可以的就是你如果想在外地不能亲自来参与我们的拍卖，其实我们有很多方法，供你选择。你其实还是可以远程操作，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形式叫做电话委托。那你看了我们的今年的，比如说看了我们的图录，通过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方式了解到我们这次的拍品当中有你感兴趣的作品，那你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然后办理一个电话委托。那在拍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由委托席上的同事现场给你打电话，给你进行一个报价。那这就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参与方式。那第二种呢，你还可以这个通过网络进行竞投比如说我们永乐拍卖有自己的 APP， 你可以在 APP 里边非常方便的注册，然后交纳相应的保证金。那缴纳保证金之后你就可以实时的在拍卖过程当中，直接在你手机上就可以出价，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如果是有外地的朋友，或者是不方便来到现场的朋友，通常来讲，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帮助你很好的参与到我们的拍卖当中。好的，好，那他还有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永乐拍卖的，就是日场的这个保证金和夜场的保证金分别是多少？通常来讲，我们日场的保证金是人民币50万，夜场的保证金是人民币100万。如果有一些类似于像后边像刘野这样的就极其特殊的高价位的作品，可能它的保证金会更贵一些。当然就是它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都会有不太一样的。但是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说如果不能来现场自己直接办理号牌，你其实通过电话委托或者是用 APP。直接实时竞拍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你缴纳的保证金要比这个要远远低于这个标准的这个额度，可能你交一点点保证金，你就可以能够拍到比较大额度的作品我如果是想要不能来实地的客人，不能现场参与的客人，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其实是更加有性价比的。好的，好，然后还有一个粉丝问就是他说我是一个小有成就的收藏家他说我有一些拍品想送拍永乐，他想问一下咱们永乐的这个送拍永乐的这个端口怎么联系永乐，就是送拍永乐的这个方式方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这个其实也就是比较简单的。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在网络搜索我们永乐拍卖的官方网站，在官方网站上有我们非常详细的每个部门的介绍以及每个部门的联系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作品好好的拍一拍图片，准备好资料、图文信息，然后通过邮件的方式传递到我们的邮箱，那我们相应的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或者是说负责的同事都会定期的收集这些资料，然后我们内部每个部门内部会对你的作品的你提交的资料进行一个评估。如果你的评估能够通过我们初步的筛选，我们会通过你留下的联系方式再来联系你，就是说再继续更深入的探讨和推进这个事情。然后你如果有比较相熟的业务人员，你也可以直接联系业务人员都可以其实方法都通常来讲是这些方法。好的，好，有一个问题是一位女士。好的，大家都了解了吧？怎么样送拍永乐永乐的这个保证金是多少如果在异地不能来到现场，怎么样通过线上镜头和电话镜头来解决您的问题大家都刚才我再补充一个，就是说，OK 如果你加了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抖音也好，我们永乐自己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其他的社交平台，你也可以通过后台来发送你的
就是来发送你的一些信息，你的产品也好，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进行进一步的沟通的，也都可以的。好的，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我来回答吧。有一位女士说：“宇哥啊，她说我想花24万买一个包包啊，什么品牌我不说了。那我是花24万买一个包包好呢，还是花24万买一个画儿好呢？”现在我就回答您哈，你花24万买一个包包，你很 low； 你花24万你买一件艺术品，你很牛逼。OK， 好，这是最直接的方式。对对对，那现在的这个问题也就基本上回答的差不多了啊。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这个来自于一级市场 1.5G 市场私洽部的总经理都来了，还有我们画廊的创始人啊，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拍卖界的这个赵旭先生啊，也是永乐拍卖的这个创始人，还有以及我们的现当代艺术部的田老师哈，就是总经理，这个非常的开心啊，然后给大家今天晚上这么样的一个深度的交流啊，我相信这个在屏幕那一头的粉丝们今天晚上也是收获满满啊，今天晚上收获满满。